说您是哪里人呢？我祖籍是山西人，是到天津工作了，当了天津的女婿吧。啊，就是说在天津退休啊。在天津退休的。您今年是多大岁数？我今年73岁。73岁。看您这个身体来讲的话，您这个还是挺好的。怎么考虑说是来这个养老公寓来住？您感觉来住多长时间了？我来了，这是第二次来。第二次来，这次我们准备的就度过夏天就回去了。这里气候很好，空气很好，气氛很好，所以我愿意来这里。在这里这些人们呢，大家呢，都是谈论一些，就比如说养生啊、健康啊、旅游啊、文艺啊，谈论一些这些事情，觉得呢，就是这里边环境，这个生活气氛很好。天津那边也有房是不是？有房。这个房子多少平？50来平不是？他这个房子50来平。我们住房是为自己住房，不是为别人看。在天津要住房呢，有时候还有给别人看的这么一个目的，比如说，我现在是生活条件是什么条件，别人看看我现在是不是过得很好，所以还有那么一个家里要装潢要干什么的，这里就很实实在在，我们就是要生活，就是使自己的这个吃喝拉撒睡着很舒服就可以了。跟家里比的话，在这儿住的话有什么区别？您感觉？一个是呢，我们考虑到就是，你比如说我们2个人吧，就是因为孩子在国外嘛，没有人照顾。如果一个人或者是头疼感冒啊、磕磕碰碰啊，于是家里就会需要有人照顾。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放心，就是说，自己当有了困难的时候呢，会有人照顾，因为这里的这个养老的条件。关于遇到如果比较突然情况啊，这些情况呢，这里有措施。没考虑说是在天津找一个保姆，在家里找保姆那个事儿啊，就是有这个朋友的几家的保姆一个月换几次，换3次，这保姆就是那个保姆到了家里以后，许多事情就产生许多事情，毕竟多了一个外人嘛，多了一个外人，有经济上的问题，还有一些生活上的问题等等。所以常常不能够长期用，没考虑保姆是绝对不，我宁愿就是怎么我也不会雇保姆。像上次的时候，您这个生日会的时候，在这个虎山拉了一个小提琴嘛？对，是不是？还拉个二胡2个。这个小提琴，这是这个技惊四座，下面雷鸣般的掌声。我听说你这个小提琴这个历史还挺长的。很长，我这琴这个1945年的法国琴，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。1945年。法国琴。从德国买的。对。你当时买的话得多少钱？不是，这个琴是1945年，我是前几年去的，2010几年去，17年吧，17年去买的。买多少钱呢？买了2万块钱吧。2万块钱啊？能不能瞻仰拍一拍？可以，慢点。这个您是就是一直学琴懂琴是不是？不是一直，我是搞技术的。我这技术呢是原来在一个公司里当总工程师的。这是我的提琴，这写着呢，这是法国制造，这里头。这里面写着。里边写着啊，写着。哎呦，看不清楚。您这不好照。你方不方便给我们这个拉一段？我拉一个。这个外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吧，罗密欧与朱丽叶你属于是自学呢还是怎么的？基本上属于自学，因为你毕竟不是在音乐学院学嘛，就是人人皆为我老师
好，此刻应该有掌声。这都有掌声。像您这个有一技之长，有这个文艺爱好的话，您在这个公寓里应该是不会太孤单，是不是？感觉？是的。您像您每天的话，您在这儿住了这是10几天，不是？住了10几天，您每天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状况？每天呢，早晨5点半起床，打拳1个小时，太极拳、太极刀、太极剑，大概一个多小时。然后上午呢就拉琴，拉琴，或者我还有个二胡也是，就是今天上午吧，就有一个吹萨克斯的会找我，有时候唱歌的让我给他们伴奏，有的吹葫芦丝的让我给伴奏，都有，吹葫芦丝的他们有一次演出，是我给伴奏的，有唱歌的呢，没事找我玩，让给他们拉了伴奏的。下午和晚上有时候出去给人下棋，就爱下象棋，我是高手。高手下棋，那个一般人来说，我这里边他们好多人都已经这是高手，这看我下棋是享受。不管是打太极还是弄乐器还是下象棋，反正都有人玩，都有人玩，都是不同的人，反正对，所以认识人很多。来了，异地养老也不会太寂寞，是不是？一般来说，他们就看着我就没有寂寞的时候。这是真事儿。